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聊的题目是上次的波兰加码版，欧洲经济核心向东移，全球资金前进中东欧。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最后跟看到最后哦。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陈雅洁，欢迎雅洁。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雅洁。这一集我们虽然没有波兰朋友来，但是最近的波兰朋友来台湾的非常多。对，最近是因为有一个展览智慧移动展对 e-mobility。对，那其实上次我们提到过说，波兰的造车相关的产业其实非常发达。听说他们组了一个团来呢，是不是？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上次有提到，如果有兴趣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上一集的节目，对，或者是看我们709期的报道。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更进一步来谈说，到底有哪些公司在波兰做得很不错，要介绍给大家。另外就是进一步来谈谈中东欧这件事情啦。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和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呢，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我想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一次我们访了蛮多台商前进波兰。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有感觉的应该就是奇美食品这一家公司。对，我们都是从小吃它包子长大的呀。大家还记得大烧包吗？对，就是在 Seven 的大烧包就基本上是奇美食品的产品啦。那它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决定前进波兰设生产基地，它要做的是熟水饺的产品。那大家知道说其实过去肉类产品从台湾是无法出口到全世界的，因为我们有检疫的问题，基本上各国是对农产品是相对保护啦。所以他们既然很会做熟水饺，他们就想要去波兰试试看，然后当然也是以波兰作为门户，想要打开欧洲市场嘛，对不对？那这次其实雅洁跟我都有去奇美食品做采访，就访了宋董事长，是他怎么看这个市场的呢？奇美他们对于要去做外销的这件事情一直都很积极，很早就开始做外销，就也一直有打算要出国比赛对，在海外设生产据点，大概在疫情前后嘛，他们才第一次因为跟着 7-Eleven 所以就去了菲律宾设点，再来就是拉长战线一次拉到了欧洲去，然后就其实蛮远的，对，就选了波兰，本来并不在预期之内，听起来对，然后当然就是在他们去德国参加食品展的几次的机缘之下，然后就接触到了波兰的合作厂商，在经过一段时间彼此的磨合啊讨论啊，就敲定了这个案子，去年就开始着手这一桩投资案。我可以先稍微介绍一下奇美食品，因为虽然大家都可能很了解包子，但这家公司最早其实并不是做包子起家，它是做鳗鱼业务出口的，它是做冷冻的。对，没错。那其实早期台湾养殖鳗鱼其实非常的发达，但后来被这个各国其他国家竞争之后，大家开始做一些转型，所以奇美食品开始转型做包子跟饺子这样的产品。但它出口的产品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肉类产品有些限制，所以它出口的产品大家可能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超厉害的。对，答案是挂包皮。真的，大家想象得到吗？挂包皮一年卖1.6亿个，真的，大家或许还记得前阵子那个日本迪士尼那个 Mickey 手掌造型的那个挂包，基本上就是奇美做的。这就是一个面皮的概念，很像汉堡的皮。西方的口味上来讲，接受度也很高，那当然更不要讲说对于华人啊或者是亚洲口味。没错，所以他们就是先从外销开始做起，之后发现说，我这个生产技术很不错，外销做的也很不错，但是我的核心产品却无法出国比赛，就是含肉类的，像熟水饺或者是肉包，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跨到海外市场去直接设厂。我觉得那个宋总经理他是说，因为你如果只是外销，你没有办法在当地生产的话，你想要销售想要推广这个品牌，就是好像双手被绑着跟人家打架那样，无论如何就是有重重的限制，真的是要去当地设厂在地制造，你才能够真的深入那个市场。没错，而且他们讲说，其实奇美在想到国际化到海外市场这件事情，已经想了10几年了。原本他们第一首选是到美国，因为他们外销的第一大国家是美国。但没想到因缘际会，因为 7-Eleven 到菲律宾投资，所以他们就先到了菲律宾设厂，也是先做包子类的产品嘛，对不对？那它是很成功吗？到菲律宾的经验，听说也是花一段时间适应，觉得说虽然都是亚洲，但是其实那个口味、口感上的那个要求就是会不一样。例如说，
他们的皮呢就是喜欢比较松软绵，就跟台湾好像会比较喜欢有点弹性，有点嚼劲，对对对的口感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呢也很重视视觉，所以他们的馅料的颜色就会特别鲜艳。了解，所以还是要口味还是要在地化啦。菲律宾算是踏出了第一步，那现在要到波兰去设厂，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缘？它所要的什么样的产品？那当地的口味能够适合吗？其实很妙哦，我们也是这次去才知道，原来波兰呢，他们的主食就是饺子。不过他们的饺子虽然是翻译起来都叫做饺子，他们叫做 pierogi 嘛，然后英文就是 dumpling， 可是事实上跟台湾认知的饺子还是有落差。这次我们去的时候也有试吃当地的 pierogi，我觉得很特别，对，还不错，还蛮有趣的。他们的饺子是可以做主食，也可以做甜点，因为他们里面可以包甜的馅，所以有草莓口味，也有蓝莓口味，还有 cheese 口味，里面整个都是包 cheese。对，但是我们后来就比较想通，就像我们的这个小笼包里面，我们也有芋泥馅跟红豆馅，对，还有巧克力馅哦。现在，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同的饮食文化。但重点是他们也吃饺子，他们有时候用水煮，他们有时候也用煎的，对，烤的跟煎的都有，所以这个可能就为奇美提供了一个蛮大的优势，说他们可以去那里做手水饺。而且不只是欧洲人的口味，其实那里亚洲的民族也蛮多的。我们知道日本、韩国已经都是在中东欧布局很久了，他们对于那个台湾口味的水饺或亚洲口味的水饺，其实也有一定的市场期待。了解，所以他们的合作伙伴是谁呢？他们是用什么模式前进波兰？对，他们在当地是被发现的，那就是波兰的一个很大的鸡肉养殖商、畜养场啦，应该这样讲。对，鸡肉商，然后他们是做一条龙的，就是从养然后到切割到做加工的这样的一个业者，比较像我们的大成捕风这样的概念。对 OK。事实上，那个公司它也是跟台湾捕风的母公司是同属一个，就是泰国正大集团。对，他们就是在当地也有意要发展这样子的一个加工食品的市场嘛，然后就发现了就是奇美的技术之后，就双方就觉得有合作的机会。所以是他主动找上奇美去波兰设厂的。听起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奇美他们去海外参展的时候，对方就看到了他们，认识了这家公司这个品牌，然后才接下来有进一步的接触。了解，像我们这次也访了那个波兰的会长杨会长嘛，对，那他都讲说，其实波兰人甚至欧洲人，其实对于华人的食物其实接受度蛮高的，所以类似像这样都是台厂的机会，他就很期待台湾的业者餐饮业对可以前进到波兰去做，对，说的我们都好想去卖鸡排了，对，就是咸酥鸡啊，珍珠奶茶那边其实已经非常多了，对，但是手水饺、包子类的产品，他们也吃蛮多，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台厂的机会，这是奇美的故事。那其实这次我们也另外访了一家波兰的公司。这家公司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即将要成立台波商会。好，这是 SKB。SKB 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先请雅洁帮我们介绍一下。SKB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工业集团了，然后它就是在1990年前后就有很多的建设的商机，因为要走上市场经济啊，所以就会有什么基础建设或什么的各种建设。那 SKB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他当时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些基础工程的营造。所以他们是从营造业起家的，后来呢，他们就是自己的业务本身的成长之外，他们就陆续的并购了一些其他的公司，所以他现在已经事业领域扩展到大概有9大事业体，包括除了营造，然后还有机械，然后汽车零组件啦，然后房地产啊、化工啊，然后物流啊等等的，对，然后看起来规模蛮大的。对，他们其实 SKB 在波兰本身已经是一个相当有知名度，然后规模也不小的工业集团。那它怎么会跟台湾有连结呢？这也说起来很有趣。SKB 现在的执行长，他是创办人的儿子，就是他已经是2代了，然后就是一直都很积极在就是集团的创新啊，或者是成长啊的这个部分布局嘛。2010年前后，他们就是并购了一个汽车技术相关的公司，叫做 DriveTech。那这个公司它最早本来是做那个汽车的相关的零组件，对，后来就也是整个延伸到它从最上游从铸造啊，我们在它的工厂里面看到真的是那个制程什么都有的，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变速箱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可以这么说。所以他们就知道台湾的零组件业也很强嘛。某一年他们就是在贸协他们的安排之下，就来台湾看了这个汽机车零配件展，也就是现在这个 e-mobility 这个展，就是现在当下正在做的。现在这个展已经统合叫做智慧移动展了，大概就是4月中的时候在办的展。他就是来了这个展之后才发现，哇，台湾好棒哦！其实可以跟台湾合作的机会非常的多，所以从此他就爱上了台湾。其实这件事情也不会是去年，他去年第一次来台湾之后，1年之内就来了4次。很难想象一个波兰人利用这么远的地方，也没有直航哦，来了4次，是非常不容易的。对，而且他真的很喜欢台湾这个老板。但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来看台湾，喜欢台湾这个环境之外，我想商机还是蛮重要的啦。是，所以其实台湾很多厂商也开始想跟 SKB 做一些合作。那主要是在哪一块领域？汽车零组件的相互投资吗？还是怎么样？对，其实都有。这个执行长他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嘛，他最直接提到的就是像电动巴士的这一块。那因为波兰本身，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他们的特别是巴士像这样的大型车辆的制造呢，其实是非常蓬勃的。在欧盟的要求之下，他们现在也必须要把原本的油车汰换成电动车。那他觉得说，你在汰换成电动车的同时，倒不是只是说造一个全新的动力系统而已，而是包括车上面的很多的电子用品、电子系统，然后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呢都是台湾的强项。那他觉得说，以台湾的技术加上波兰制造，其实去打欧洲杯是绝对有胜算。那就我所知，他这一趟来，其实他也有去看一些台湾在做电动巴士的相关的业者。所以刚刚雅洁提到，就是两边的产业要相互合作，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要组台波商会的原因嘛。对，那现在进度是怎么样？他是比较负责在波兰那边召集那个波兰的业者，据他说，大概在6、7月吧，也就是不久之后就可以正式的宣布成立。他这一趟来台湾呢，他也有见一些台湾的国会啊，比较公部门的人，也有谈到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促成这件事情。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商会的成立会加速两边的交流啦，对，所以或许合作的空间会更大。其实如果不是这一次去了波兰，访了那个波兰投资贸易局嘛等等的，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其实波兰的产业界对台湾是有很高的期望的。像这个老板，他有特别强调，就是台积电没有去到波兰，他非常痛心。对，他用痛心的字，对，真的是表示他真的很想希望，就是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对，那他是觉得说，台积电去了波兰的话呢，那对于留住波兰当地人才会很有帮助。台积电虽然是在德国德勒斯登设厂，但是毕竟离波兰还是很近的，所以也许波兰可以作为一个卫星的一个角色，有个什么人才培育中心。没错，所以他真的蛮爱波兰，也很期待台积电或台厂可以共同提升波兰整个制造的水准跟制造的量能啦。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期待的。那我觉得这次我们在做波兰的题目的时候，我得到蛮多的回馈，有非常多台大的教授跟我讲说，他说这是你们是第一个把中东欧市场做得这么完整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好的 timing 点，来重新看看中东欧的市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中东欧啦，因为波兰也算是中东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那我们先了解波兰之后，要看整个中东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市场嘛。那这次其实我们研究了中东欧市场，它其实对于很多投资的环境来说，或投资界来说，它早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了。对，在这几年，没错。其实有几个原因，包括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法国跟德国在欧盟的那个组织里头啊，虽然以他们两个为首很久了，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都有那种成熟经济体的问题嘛。对，然后再加上又有乌俄战争啊，全球的供应链在重组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个关键，因为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阶段，大家都在重新找一个设厂的地点，但是西欧成本就是高，对，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把目光去看到中东欧，因为不管是物价或人力，或是建厂的成本，相对来讲，中东欧都是一个对业者来说更实惠的地方。我们有做一个统计，从2013年然后到2022年，就是外资它流入中东欧的那个投资的金额是很显著的成长的，那尤其是
是所谓的 V4， 就是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这4个国家是最明显的，就是很多资金就是往这个地方集中了。那因为在讨论波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们就是属于中东欧，真的是欧洲大陆最中心，是中欧的部分。对，因为我觉得资金是最敏感的，哪里有商机，资金就往哪里去。我们台湾也没有缺席，我们台湾的台山投资，基本上也有参与到这块的商机，它有一些提前卡位的味道嘛。对对对，其实这个故事要讲到就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在疫情期间跟中东欧很多国家就开始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不管是在就是特别是在防疫的合作上，大家的友善程度都很明显的提高。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国发会就带了一个跨部会，然后产官学研团，然后很大的一个团，就去拜访了中东欧的几个国家。这个团在回国之后开始主导，先成立了一个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那这个2亿美元中东投资基金就是由台山来管理来负责。另外还有一笔就是中东欧融资基金，那这个部分是由中国输出入银行在执行。对，那前面的这个投资基金就是用来专门投资新创公司，不管是在中东欧、台湾觉得未来有合作机会的，或者是说台湾的新创公司在中东欧市场会有机会的。输出银行呢，它就是因为台湾的业者要去欧洲投资，都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融资，在当地的融资不是容易，所以就是由这个中东欧融资基金来提供他们需要的资金协助。对，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奇美基本上也有跟这个输出入银行做融资嘛，就扮演这样的角色，等于是说台想去那里设厂，然后需要资金的时候，台湾可以做他们的后盾，大概是这个概念。是，所以我其实台湾也透过投资的方式提前卡位了中东欧的商机。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就是说我们是卡位他们什么样的商机？那我们是怎么选择的啊？中东欧的新创实力是非常坚强的，像我们知道的爱沙尼亚，它虽然很小，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可是它可以养出10几家吧，都是独角兽级的企业，包括大家最知道的 Skype 这家公司就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像你去中东欧也会叫 Uber， 可是他们更多的是使用 Bolt 这家公司，对，就是这种轿车服务的公司。对，这次我们去也是搭到 Bolt 啊。对对对，这都是从爱沙尼亚出来的新创公司。因为新创公司呢，他们就是可以更有机会跟台湾有技术的交流，然后他们也会更欢迎台湾的资金。如果说台山来投资他们的话，那除了就是说他们获得资金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跟台湾的供应链连结。制造是台湾的强项啊。对，没错。那尤其是这些新创公司很多都是高科技产业，不管是在软体或硬体制造上，然后他们可能是很需要晶片，或者是说一些关键的零组件。那这些东西如果说在台湾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投资，然后就可以取得台湾这边的料源的话，对他们来讲当然是有很大的助力。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也算是提前卡位那些新的高科技的领域的商机啦，对不对？以后他们要量做大的时候，台湾就等于是共同一起变好，一起接单的这样的概念。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2家台山在捷克投资的，应该算高科技公司啦，我觉得都蛮有趣的哈。对，那这次我们一个来谈，一家是这个 Virginia， 这家公司是美军飞行训练器的系统。这样子吗？哈，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解决方案。Okay， 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那时候在看，也一直在想它到底是卖什么。因为其实你若去它的官网，还有就是说相关的消费新闻，你也会看到它卖很多 VR， 就是那种虚拟实境的头戴装置，就很像那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这样的东西。只是它针对的是企业客户。那它的客户是谁？对，它的客户呢，其实就是美国国防部，对，不管是美国空军、海军啊等等，然后还有像英国的那个航太公司，然后还有 NASA 这些就是非常专业的航太用户，所以它是高端，而且又私密性很强，而且这个像国防真的是高度机密敏感、高度机密的产品。那所以它是做哪一块啊？我在报道里面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捍卫战士》第2集那个独行侠电影的话，你就知道他们那时候为了要选出任务的这些飞官，或者是说在他们要真的去执行任务之前的训练，其实他们都是透过一个模拟系统。那基本上那个整套的系统就是他们做的，就是 VRG 这家公司在做的。是可以看到这当中虚拟实境很重要，然后它又加上还要混合实境，影像中可能是虚拟的空间，但是你又要跟你的
旁边僚机互动，或者是说跟你同行的人，对，又要能够穿透，所以它是一个 VR、MR 同时技术都必须要融合的。那这当中就牵涉到很多很精密的零组件，然后还有程式设计、高速运算、AI 什么也在里面哈。所以你现在想得到高科技的那些很重要的题材，它都有。真的，这次我们去看他们的办公室，基本上他的办公室有点像是也算是一个小型的研发基地，所以它各个零件其实是非常琐碎，他们会在内部自己做各种的测试。但虽然很多地方不能拍照啦，因为其实很多是机密的零组件，但是我觉得台湾透过投资这样的公司跨足到这个领域去，以后不仅对我们卡位先进科技有帮助，对我们以后我们制造接单也会有帮助。对，这是一个蛮好的模式， 对不对？这个执行长他也有透露，就是其实他的供应商里面本来也就有台湾的业者，因为台湾才能够提供这种少量多样然后技术程度很高的零组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来台湾看过台湾的一些航太业者，所以他们也觉得台湾不但是他们未来的供应商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然后也可能成为他们潜在的客户。了解。好，那第二家公司我想谈谈 Day Trip。对，这家公司也蛮有趣的，可能跟一般人的消费生活更有关系。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欧陆的旅行啊，有一种方式就是开车。对，可是呢，对于第一次去欧洲玩，或者是说毕竟是去陌生国家旅游嘛，你开车你可能就是光是急着去抵达目的地，想着那个路线交通不要迷路或什么的，你就已经根本就没有心情玩。Day Trip 他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是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的公司，他们就是发现就是说旅游的那个过程就要开始享受，所以他们提供的是一个私家车的接送的服务。我随便举例啊，我要从巴黎到伦敦这样，对，这个现在是汽车可以抵达的嘛，对，然后呢你就可以订购他们的服务，就是点到点的从你家把你接到你要去的饭店，然后这途中你如果想要停下来在哪里游览，他们都可以就是随时配合你的需求，所以就不像你如果是搭火车，你就是一站到底了。对，你如果一下车，你就没有下一段了。你可以自己量身定制，我想要在哪里中途停一下等等。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他们的司机都是提供全英语的服务。所以他是司机兼导游的意思吗？对，但是因为他们是不能叫导游啦，因为有的地方的导游是需要特别的证照。对，那他们只是提供驾驶的服务嘛。但是他们因为都是在地的驾驶，所以他们都会很乐意跟你交流，在当地的一些生活体验啦，它可以算伴游。对，但是只是台湾对于伴游这个字有比较有点怪怪的，但它就是你一个旅游的同伴这样子，然后是比你更认识当地的一个旅游同伴，而且它比较有弹性啦。就像我们去欧洲想去很多个国家的时候，所以它可以同时陪我好多天。如果我要从中东欧到西欧，这样一路到各个国家，你可能要分段去订，你可能要分段去订。对，如果你真的是要好多天的话，那所以它是提供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交通是可以跨国，因为在欧陆的话，其实真的一天之内就可以跨好几国。也是对，所以他们是全球有100多个国家都在用了，包括印度甚至美国都有 Day Trip 的服务。对，所以台山也投资了这家公司。对，那他们也是觉得说，有机会的话，台湾也是可以应用 Day Trip 的服务。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台湾的风土人情就是很友善的，所以如果台湾到时候有旅行社愿意合作，或者是驾驶愿意就是跟他们签约的话，也许台湾也会是他们的一个潜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有国际平台当后盾，基本上对于国际观光客来说非常方便。他就不一定用 localize 的平台嘛，他可能就用国外的平台，就是无缝接轨。对对对，你看他们做的好像是一个旅游服务的工作，但是其实他们后面也有很强的软体，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旅客都靠一个 app 可以搞定他的所有的行程，就知道其实他在后面也是要有一个很强的系统。了解，所以其实从波兰到整个欧洲，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重新再学习更多的内容。在财讯的709期，其实我们这次花了近30页的篇幅来完整报道这个中东欧市场，非常欢迎这个所有的听众跟观众可以来做翻阅。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83集台积电前进嘉义补上南台湾科技走廊的关键位置里面的留言，这期也是非常火热了哈。那当然我先来回应一下这个财团的频道会员这个于博友先生，他说感谢讲解分析，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对，接下来这一位是 CF 方，
他说，不断扩厂之下，人才短缺等问题就会逐渐浮现，国外寻才才是晶圆厂要面对的问题。其实确实如此啦。其实现在就是不管是什么产业要扩大投资，人才都是第一个问题。对，没错，这是各行各业都要共同面对的。所以如何把人才再往高质化去走，做到最有效益、最有价值的那一段，我觉得可能这是每个行业都要学习的地方。再来第3位是钟蕊成吗？对，他说关于封装厂所要用水用电的量是不是像晶片厂的用量那么大，而且用水的水质有没有像晶圆的需求那么高，海水淡化水应该可用，电力用绿电也应该没问题，顺便建个储能厂应该也不错。对，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在当时的影片中也有讨论到，就是封测厂对于刚才讲的水电人的需求呢，都没有像晶圆制造厂那么高啦。对，所以是 OK 的。再顺便建个储能厂，现在应该就是趋势了，都一定会搭配储能厂。总之，现在新的厂房的规划呢，应该都会朝向更节能的方向去走，是对的。没错，但再就是说，嘉义未来会不会再扩张规模，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号，因为毕竟台积电要不断的在台湾落地生根，把最先进的放在台湾嘛，而且嘉义其实还蛮多土地的啦，所以也蛮值得期待。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雅洁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理念，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